新的一天，11月27号。昨天下午到达县里面，在县里看了一下我外爷和外婆。今天继续出发，离开县城，东行5公里。现在是走到了水库边上，跟前这个水库叫冯家山水库。这个水库也是由千河的河水汇聚而成。这水库是一个河道型的水库，从这西北往东南方向延伸，有18公里长。这个同时也是宝鸡市市区的居民饮用水水源地。秋冬这会儿蓄起水来了。今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比较干，雨比较少，那个时候水位整个都退到那个地方去了。现在你看这个水位又涨起来了，快涨到县城了都。呼噜！看着水库岸边，农家养的大肥鹅。哎，这群鹅里面最后一只怎么跛脚了？走路一瘸一拐的。继续出发，今天的目标是前往40公里之外的凤翔县。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凤翔区了，升级成为区了。这水库附近的海拔是700多，从这儿去往凤翔，中间得翻一个海拔1000米的山。今天天气相当好，昨天就是大风吹拂，风沙满天，今天一下子又大晴天了，能见度很好。上面就是银昆高速的五里坡特大桥，这桥墩的高度得有80-90米吧，相当壮观。右拐上国道344，这以前是个省道，现在都升级为国道了。白石河桥，眼前的这条河谷，下面这条河叫白石河。这条河谷的走向大概是个东北西南走向，它再往南边，往西南方向流个2公里多，汇入了千河。它是千河左岸的一条支流，发源于北边的千山。这千山山脉是整个六盘山山脉的一条小的余脉，它从乾阳县北边一直往东延伸到凤翔，乃至于灵游县。千河得名于此山，这山叫千山，因为这千河流经千山脚下，所以得名千河。乾阳县这个地方也因此得名，山南水北为阳，所以得名千阳。接下来跨过这白石河往东走，就要正式进入凤翔了。这条河也是千阳和凤翔的2县分界之河。看着白石河河谷上空的苍鹰盘旋翱翔。继续出发，开始上山。这一段上坡海拔落差是200多米，将近300米。中午的2点40分，终于是爬过了这个海拔1000米的源头，接下来就开始下坡了。距离雍城遗址还有24公里。
下午的3点20分走到了柳林镇，整个街上都是酒的香味啊，这应该是酿酒的那个酒曲的香味。中国西凤酒城，柳林镇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4大名酒之一，西凤酒的产地。凤翔的柳林镇，这个酒可是有3000多年的酿酒历史啊！哇，这真的整个镇上都是这个酒香味儿。这个酒从什么周秦时期，一直到唐宋时期，再一直到明清时期，再一直到近代，历史相当悠久。凤香型。不过我对于这个高浓度白酒实在是欣赏不来，感觉既辛辣又苦的不好喝，还是黄酒比较好喝，又养生。看我这今天新买的自拍杆呀，新的呀，崭新的。我刚在半路上我说把它伸开用一下，结果看着啊，就这样了，它这个头直接脱离开了，我的天，这咋用啊？这压根没法用了。它装上以后，它依然这样，它固定不住啊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头疼啊！这个1.2米，哎，这1.2米还是1.1米几？这个杆子我前后最近几年买了3、4根了，前面几个质量都挺好啊。结果昨天丢了一个，那我就只能重新买一个了。今天刚拿到的新的，这咔一下成这样了，你说咋整？你看，它固定不住呀！哎呦，这严重影响我的拍摄任务啊！你说我再买一个吧，又得明天才能到。真的是头疼。它这里面不会是拿胶粘的吧？好歹应该设计个卡扣啥的，是吧？机械结构的，这样比较结实一点。你说要胶粘的，那是胶有时候不好使了，它就固定不住了呀。得，这伸缩杆现在没法伸了，只能缩到底，没法伸，一伸它就脱节了。得选一个新的地址，买个新的，发到新的地址去。明天看能到哪儿？明天也不知道明天能到哪儿。到时候这个旧的还得给它寄回去，估计联系一下客服。在京东上申请了一下退货处理，这个有故障这个杆子，我打算给它退回去。还有退货地址上门取件，我写的是千味之汇那个地方。一会儿雍城那个遗址转完之后，一路下坡，就可以下到天河渭河交汇那个地方去了。顺便要去那个地方看一下，到时候让那个京东上门取件取一下，把这个有故障的杆子给取回去。退完之后我再重新买一个。买一个的话，明天就能到。如果换货的话，时间等不及啊，我又得好多天没有杆子使。这会儿去看那个雍城遗址。中国红西凤，3000年传承的凤香，全国统一售价1499。我的个天哪！一瓶酒这么贵吗？太恐怖了！那边有位大哥在给小麦打药呢。这片麦田在浇水啊，细密的水雾洒向鲜嫩的麦苗，
秦宫1号大墓，进去瞧瞧，半价15元。夕阳斜照，现在马上快5点了。这个地方是5点半下班，时间还是稍稍有点紧张。秦景公，秦始皇第14代先祖。哇，这个1号大墓里面规模相当大。秦人源于东海之滨，起于陇右，兴于雍城，成于咸阳。雍城遗址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吗？嚯！我的天，这高度有10几米啊，特别深，长方形的一个坑。人殉人生。秦宫1号大墓，186名从葬者，或为王公大臣，或为奴婢侍从，皆以毒致死而殉。好惨！秦穆公从死者177人。我的天哪！秦献公元年，公元前384年，止从死，废除从葬制度。之后，秦国出现以俑代人殉葬，秦始皇领兵马俑军阵，震撼世人。哇塞！哦哟，哇，这个金鸟看着好漂亮。玉鸽、玉佩、玉皇、玉寒蝉，我的天，你看这个，哇塞！排水管啊，它这个排水管你看一节一节做的，然后一节粗一节细，这样一节一节的套起来。雍城遗址平面图，东西3300米，南北3200米。凤鸟衔环熏炉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熏炉也太精美了。葛麻为商，佩玉琼居，我的天哪，真漂亮呀！树袋金装，舌尖上的秦国，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秦国主要粮食作物为禾，也就是粟、小米；黍、黄米；稻、水稻；麻、菽、豆类；麦、葵、酒、芹等蔬菜；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犬、鸡、鱼。哇，这个大墓真的超级震撼呐！这规模太猛了。秦风华章，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秦国的第6，哦，这不是6。这是第6个都城。秦国当年9都8迁，你看第1个都城秦非子当年的封地秦邑，甘肃的清水县那附近。然后后来他又迁回到了非子他爹大洛家族所生活的西犬丘。然后第3个都城就前2天经过的陇县，也就是原来的千邑。再后来又迁都到了千魏之会，第4个都城。第5个都城又迁到了平阳，第6个都城就这儿了，雍城。这是秦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了。秦国在这个雍城这个地方建都长达300多年。不过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。看地图的话，整个凤翔附近这一大片这个黄土台原，算是一个平原一样，面积非常的广阔。整个北边的千山山脚下，往南一直能延伸到渭河北岸，感觉南北跨度和东西跨度都有基本上将近30公里，我感觉。你看刚才一路沿着公路骑过来的时候，路两边那个鲜嫩绿色的麦田，尤其是今天天气特别好，今天天气是个大晴天，
那个阳光洒在那个鲜绿的那个麦苗之上，哇，一望无际的绿色，特别有生机，宛若春天。这个地方这个条件真的特别好，甚至比那个千水河谷的条件还要好。千水河谷的话没有这么开阔，这边太开阔了，肥沃的土地，地形又平坦，怪不得秦国能在这儿建都300多年呢。确实是个好地儿啊！石盘，用石料制成的打击乐器。请使用木锤敲击，这样吗？哇，这相当好听哎！这就是所谓的金石之音吗？有点杂音，这个有杂音，主要是这边有个铁丝儿在这摩擦着呢。编钟相当好听。如听仙乐而赞鸣。这边这是一个车马坑，我的天哪！这长度有100多米啊，宽度有个20-30米。下午的5点15分，看完秦雍城遗址，这会儿继续出发，一路往南。前往千位之会，过去还有15公里，基本上是一路下坡。看麦田里面的野鸡，一群啊，这一群有7、8只呢，全部都是公的。它本来离我也就10米，在路边在吃麦苗呢，结果我一停下，它立马就窜远了，窜到200米开外了。下午的6点钟。到达千河和渭河交汇之处，千河渭河交汇之处就在东边1.5公里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附近现在好像在搞大开发，整个这个高速的立交桥，还有这附近这整个好多工地，阻挡的很厉害，那边到不了跟前，遥望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千位之会是秦国历史上第4任建都的所在地。这个地方很可能当时是一个临时的一个都城，临时的一个政治中心，也是建都时间不长。今天是农历的初8，一轮弯月。今天打卡了秦国的第6任，还有第4任这2个建都所在地。
这会儿太阳落山了，天色渐晚，这找露营地估计不好找，能找到的话就露营，找不到的话就找个旅馆休息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，明天继续沿着秦国东进的路线一路向东。